看过相关书籍的人都知道，有一个神仙十分厉害，他就是创始元灵。从名字来看，他应该就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，也是先天圣人的师傅，更是一切的开始。然而很多读者都在思考创始元灵的真实身份。我们总结一些洪荒流小说以及一些神话书籍，创始元灵的真实身份可能有5种，分别是盘古、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和红军老祖。天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宇宙还是一团元气，也叫做鸿蒙世界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在鸿蒙世界中诞生了一个神仙，他就是盘古。一些书籍中认为他就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。盘古诞生以后，他手持开天神斧，劈开鸿蒙，然后有了天地。当天地出现以后，盘古用自己的身体变化成了世间万物，成为了万神之祖。所以有一些人认为盘古就是创始元灵，而有些人认知中认为玉皇大帝比盘古出现还要早，更是天道的化身。在第7回的时候，如来佛祖说，玉皇大帝从小修炼，经历了无数次天劫，每一次都有129600年，最终才能成为3界主宰，掌管天地万物。在书中，盘古开天辟地，只不过是玉皇大帝修炼的一次天劫，说明玉皇大帝也有可能就是创始元灵。鸿蒙初叛道为先，常有常无，得自然一些书集中认为太上老君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，号称开天辟地之祖，更是元气之祖。在封神榜中认为盘古是太上老君的化身，因为开天辟地的神器就是太极图，也是太上老君的正道至宝，在书中也多次出现。记得书中还说，太上老君比天地出现还要早，并且是创造世间万物的神仙，更是万物之祖。也有一些读者认为元始天尊才是真正的创始元灵，也叫做元始天王，是天地间出现最早的神仙。据说元始天尊诞生以后便化身成盘古大神，在鸿蒙世界中开天辟地，后来遇见太元圣母，他们2人结为夫妻，并且生下2个孩子，他们就是东王公和西王母。在述异记中也认为元始天尊就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，更是3清之首，也是开天辟地的神仙。红军老祖是封神榜中的神仙，在洪荒流小说中也多次出现。记得书中说，红军老祖的前身乃是一团元气，后来成为了天地的化身。前面说了，盘古是在混沌宇宙中诞生，然而在山海经中认为混沌宇宙也是一个神仙，叫做混沌天神，也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，他也是红军老祖的前世。所以一些读者就认为红军老祖也有可能就是创始元灵的真实身份。还有相传创始元灵有4个徒弟，他们分别是红军老祖、鲲鹏祖师女娲娘娘和路亚道人。这4个徒弟都是先天圣人的师傅，也是不死不灭的混沌天神。红军老祖在封神榜中是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师傅，也是天地的化身，据说他更是天地间的天道圣人。在84回的时候，红军老祖第一次出现。记得书中说，天地玄黄外，吾当掌教尊，盘古开天地，一气化红军。也就是说，红军老祖出现的时间比盘古还要早。然而在书中，盘古只不过是太上老君的化身，因此盘古在封神榜中是红军老祖的徒弟。在第1回的时候出现过一个上古正神，也是曾经炼尸补天的大地之母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女娲娘娘。记得书中说，在上古时期，水神共工撞倒不周山，导致天柱断裂，人间生灵涂炭。这时候女娲娘娘在昆仑山之上炼尸补天，拯救了世间万物，成为了3界中声望最高的神仙，享受天地人3界的敬仰。相传女娲娘娘曾经在人间用泥土创造出了人类，后来成为了大地之母，也是传说中的地母一皇。在书中，女娲娘娘曾经还使用了一件法宝，命令了天下妖族，她就是招妖幡。因此也有一些书籍中认为女娲娘娘是万妖之祖，创始元灵的徒子徒孙，涵盖了道教、佛教、神话传说等多个领域，代表了宇宙的不同层面和不同方向。3清即玉清、上清、太清是创始元灵的3位徒弟，
也是道家中的主要神祇之一。它们分别代表了天、人、地3个层面的宇宙秩序和道德规范，是道家修行者的指引和榜样。五方天地是创始元灵的5位徒弟，分别统领东南西北和中央5方。他们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中的重要神祇，代表了宇宙中的5个方向和5行元素。4大天王是创始元灵的4位徒弟，分别统领东南西北4个方向。他们是佛教中的护法神，保护佛法和众生安全。12神将是创始元灵的12位徒弟，分别代表了12个月份和12地支。他们是中国古代的守护神，保护人们免受疾病、灾难和邪恶的侵袭。天官赐福是创始元灵的一位徒弟，被认为是人间的神仙，他掌管人间的福祉和安宁。此外，创始元灵的徒弟还包括了鲲鹏祖师、女娲娘娘、路亚道人、杨梅大仙等，他们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内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。例如，女娲娘娘在神话中被尊为万灵之宗、大地之母，曾以无上道法补天，创造了人类。鲲鹏祖师则是混沌宇宙中的第一个神兽，拥有强大的力量。路亚道君则被尊为小师叔，虽然生性胡闹打混，但他的名声在神仙之中仍然被广泛尊崇。在道教神仙系统，位于最高位的当属三清，在此之下大致可分为仙真圣。如陆修静说起自凡夫积形成道，始化曰仙，仙化成真，真化成圣，这样以此修行提升大真科。龙敲经又将之具体化为3阶9品27等级。小成仙有9品，1者上仙，2者高仙，3者大仙，4者神仙，5者玄仙，6者真仙，7者天仙，8者灵仙，9者至仙。中成真有9品，1者上真，2者高真，3者大真，4者神真，5者玄真，6者仙真，7者天真，8者灵真，9者至真。大成圣有9品，1者上圣，2者高圣，3者大圣，4者神圣，5者玄圣，6者真圣，7者天圣，8者灵圣，9者至圣。在这种说法中，真圣仙都是仙神相混，由于神仙是按人间的官僚体系排列的，所以有时候也称神仙为仙官。道教3洞宗元说玉清、上清、太清，每境各有左中右3宫，宫中各有仙公、仙卿、仙伯、仙大夫。毫无疑问，这些都是几个聪明的道士凭着自己的想象之体系化的。而对于生活在地上的人，成仙之后的品级最有代表性的区分是，道铺子在其论仙篇中说，仙经云上士举行生虚，谓之天仙中士游之名山，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退，谓之师姐仙。按葛洪的说法，由人入仙的品位高低当然与先天之资质，也就是仙智有关，同时也与后天的修炼和服食的仙药的品质有关。朱砂为金服之，升仙者上士也；如之导引咽气，长生者中士也；参食草木，千岁以还者下士也。不同的神仙品位，也就享受不同的待遇。金丹篇说，上士得道，升为天官；中士得道，7级昆仑；下士得道，长生世间。师姐仙，我觉得是道教为那些确实已死了的人成仙开的方便法门，因为标准的成仙是肉体永在，而按照葛洪的说法，师姐仙必须假托死掉，然后再化去成仙。被人砍头而死的称为冰姐，也属于师姐的一种。魏晋时期社会动荡，很多与神仙有关的人或方士，或因战乱，或因政治斗争惨遭横死，如嵇康、郭璞等。唐代李少微《原始无量度人》上品妙经4注卷1师姐之道，下注引本香经说师姐4种，一曰冰解。若嵇康记录于世淮南托行于玉，2者文解；若次卿抑制于驴，长房解行于竹，3者水火炼；若冯夷立于大川，疯子焚于火树，4者太阴炼制，是其已死，足不青皮不皱，目光不毁，屈身从人，亦师姐也。肉皆100年不朽，更启成人。这显然是道教与儒家规范协调的产物，这是给那些修炼没到家
或者没有修炼但符合儒家规范的人设立的安慰仙、神仙的品级，当然要受到人间秩序的影响。神仙品位中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，就是封建等级社会的反应。葛洪说，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，西仙者为卑所奉，是非一旦更劳苦。抱朴子那篇简直就是套用人间的贵贱尊卑来决定神仙的品位秩序。当然，神仙世界中还是存有一种叫自由的仙人及散仙，这类神仙既不担任官职，也不是侍从。神仙传刘安传说，刘安上天之后，显然改不了帝王习气，结果被罚当了一阵管理厕所的仙官，后为散仙，人不得处职，但得不死而已。我们熟知的八仙过海的八仙，实则就是散仙。受庄子影响，道教还把有些神仙称之为真人。道教所奉有四大真人，即南华真人庄子冲虚真人列御寇，通玄真人文子，洞灵真人抗苍子。道教认为他们是太上老君的四大弟子。一般说来，真人比一般的仙人地位更高，法术更丰富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